如何拥有一双绘画大神的手？这是很多小白都关心的问题。那么大神的绘画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相信很多人曾经和我一样，看到这些作画过程心生向往，自己买了工具后发现画得跟屎一样，开始怀疑人生。那么怎样才能够拥有那样的手呢？绘画的本质是一门技艺，技在艺之前。绝大部分绘画风格的表现首先是被技术所影响的。那么绘画技巧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手对笔的控制。我拿起笔就能画一条歪歪扭扭的线条，他拿起笔就可以画出各种变化的线条。大厨的刀法切出来的东西均匀工整，薄如蝉翼。那我的刀工不把自己的手切掉就不错了。看到了吗？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用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核心差异就是控制能力的区别。这个能力是需要专门刻意去练习的。弹钢琴要先练指法，厨师炒菜也要先练掌勺和颠锅，所以画画当然要先练习控笔。而这个控笔的经典练习方式在绘画界被称之为排线，这是一个被验证了上百年的练习方式了。接下来我以素描为例，讲一讲排线如何练习。根据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排线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控制能力。那么什么才叫好的控制能力呢？画得快，画得用力，画得整齐，这些都是表面，核心只有2个字，那就是稳定。所以初学者记住，练习的方式千变万化，但是核心目的没有变。我们追求的是把自己那连笔都拿不稳，线条也画不直的那份不稳定变成稳定。当你排线做得很稳定以后，那它的表现就是距离均匀，深浅粗细一致。排线呢，有3种常见的操作方法，分别是写字法、运腕法和运臂法。这个名字已经取得很直白了，就是分别像写字一样去画线条，或者用手腕来发力，甚至用手臂来画。写字的姿势其实我们都会，对我们来说真正陌生的是手腕和手臂。手腕发力的持笔方式呢，通常是在画架上作画时最常用的姿势。这个姿势画出来的线条比较灵活。它的拿笔操作要点是用食指和大拇指捏住铅笔，中指收在中间，铅笔向后端靠近中指的位置，可以起到稳固的作用，就像拿着一根棍子一样去拿一支铅笔。这是持棍式握笔。持棍式握笔的发力点在手腕上，所以它可以画出一种更长的线条，比我们写字的线条要长很多。如果我们想要画出更长的线条，就需要将发力点放在手臂上。拿笔的方式仍然是前面持棍式的握笔，但是手腕不动了，手臂动。在我们用手指发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平常写字的这个姿势，受到手指长度的限制，我们只能画出具有一定弧度的线条，手指是圆心。用手腕发力的时候，手腕就是圆心，虽然可以画出更长的线条，但是也有一定的弧度。所以用手指和手腕发力画出来的线条都会略带一点弧度，这和圆规的逻辑是一样的。用手臂去发力的时候，这个圆心很大，看上去的圆弧线会更加接近直线的感觉。事实上，这3种操作方式画出来的线条都是弧线，只是发力点的不同，弯曲程度不同，本质上都是不同圆上面的一部分弧线。以上方法，如果你是一个零基础小白的话，大部分刚开始学的时候都会比较难，差不多1到2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正式上手。而你真正把它掌握，差不多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稳定的画出我示范的状态。那我当年练排线的这个过程呢，在我这个视频里面有讲解，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来龙去脉。那运腕法和运臂法都是传统教学中必须要学的，因为传统的绘画教学里面，绘画的尺幅至少是在8开以上，比我们正常写作业的本子要大得多。用写字的姿势画满这么一整张画很麻烦。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们很多爱好者都非常喜欢手账，还有一些人喜欢电脑版绘，还有许多资深的专业者也喜欢在外面画一些小速写。这些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的绘画，实际上并不需要画很大的尺幅，他们大部分都用写字的姿势就能完成。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姿势来画排线的话呢，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把笔杆拉长，就可以轻松的画出各种长短的线条。那么结合前面那个运腕的方法，写字的姿势就可以有新的变化。我们把小拇指伸出来撑住纸面，再用这个姿势去画，一样也能画出比较稳定的线条。这是从写字的姿势过渡到运腕法的一个便捷方式，核心原理很简单，我们增加了一个支撑点。
那么这3种姿势其实主要就是不同的绘画尺幅导致的。总而言之，发力点离笔杆越远，你的运动范围越大，但是操作的练习难度也越高。如果你是习武之人，全身肌肉力量控制能力很强，那么学画画就轻而易举，很快就能上手。比如功夫巨星李小龙，大家看看，这是他画的速写。关于排线，我们再聊一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传闻。许多中国传统素描绘画教程里面都会强调你要画两头轻中间重的排线，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了。我看到的绝大部分国外的教材里面没有提到过这个东西。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要求呢？因为中国的素描从苏联引进来以后，经过了一定的改造，演变成了一种纯靠排线来完成的一种接近黑白照片的绘画风格。画素描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先画一个轮廓，再往里面填颜色。只不过我们常用的填色方式是排线。排线的话，你不可能一口气把所有的颜色都填完，所以为了让排线出来的色块能够更好的衔接，让线条两边比较轻的话，那就很方便了。但其实这种线条不需要刻意的去追求，当你前面的稳定度练上来以后，只要开始加快速度，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这种线条。在我小的时候，高考绘画风格是一定要排线的，后面有了涂抹工具就不这样了，会用纸笔涂抹均匀。你看我稍微排的不那么均匀一点，也能把它抹均匀的。聪明的你应该发现了，我们之所以要排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使用铅笔这种工具导致的。如果我们使用碳粉来画，就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排线了。比如我们开发的色块人像课里面用的就是这个碳粉工具，用海绵粘着它来画画就很方便。是不是觉得可以不用练排线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管用什么工具，你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控制能力。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练过排线，那么实际上你在使用纸笔的时候是这样的，用海绵去涂抹的时候也会是这种感觉，因为你的控制能力不稳定。说到这里，你就能够更加理解我一开始说的那句话了，排线练习的核心目的是获得稳定的控制能力。那么两头轻中间重这样的特殊要求是特殊时代下的产物。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再来看练习排线的核心意义，只要能够把线条之间的距离做均匀，每根线条的粗细变化、深浅变化做得相对一致，那么其实你就已经拿到核心能力了。一些基本的排线练习仍然是很好的入门练习，只不过要有选择的去练习。那么在这里，我推荐我们基础课里设计的单边约束和双边约束练习法。很简单，先说第一个单边约束，就是画一条直线，然后线条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排，只要停在这根线的位置上就可以，这是在练习你的刹车。那第二个双边约束就是再加一条线，让自己的线条能够持续的画出稳定的长短。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有多宽呢？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方法来练。如果是写字的方式的话，3到4厘米就足够了。使用运腕法的可以采取7到10厘米的，如果你练的是运臂法，那就可以采取15厘米到20厘米左右的线条来练。好的，通过前面我讲解的这些排线，你就知道了一个入门的练习，也知道它背后的核心意义。但是画画不是只有排线，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弧线，这个要怎么练？在这里再次强调，不能为了练习而练习，要有明确的目的。我以我设计的人体线条练习课为例，做一个简单的讲解。我首先假定的目标就是方便大家在一张 A4 纸上快速的画出各种人体的速写，或者临摹各种古典大师的人体，大多是以线条为主的绘画表现风格。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在这样的人体上一共有哪几种线条。那么在迈克尔这本人体创造与设计的书里面就总结出来了，它叫做 SCI。 人体的线条大致是由这3类字母线条组成，其实 S 也是由2个 C 组成的。至于直线，如果你练了前面的排线的话，那其实你就会了，真正难的是这个 C 型弧线怎么画。大部分的人体绘画都是以8头身为标准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尺寸的比例下，头长的弧线有多长，以头长为核心单位，手臂的三角肌和大腿的弧线又有多长。我们找到一个核心的标准，比如说以头长为标准，那么我们把一个头长的弧线给练会了，剩下的弧线你都能变。回到绘画的过程，你又会发现绝大部分大师是先从草稿开始画的，他并不是一口气画出了这样的弧线。所以我会告诉你草稿的真正面貌以及草稿版的弧线要怎么练。画完草稿之后，你要把线条变得精致好看。那么这个线条的变化逻辑是怎样的呢？它其实对控制能力的要求不高，关键是你要弄懂它是怎么变化的。所以我后面还讲述了各种不同风格下的线条变化逻辑，它的深浅变化规律，
这其实背后涉及的是不同审美价值体系的差异。我们的操作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剩下的差异主要就是由审美观念导致的，并不是说技巧上强了多少。除了素描，水彩也是一样的道理。水彩的基本入门练习是控水、控笔、控色，具体的讲解逻辑我在这个视频里有介绍过。我推荐的那几本书对这3个基本控制能力都有涉及，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总的来说，想要拥有一双大神的手，它的入门核心指标就是稳定。一切练习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能力的成长去设计的，但是它有前提，前提就是你要弄清楚你想要画的工具是什么，尺幅是什么，风格理念是什么。只有把这些想清楚了，你才能做出针对性的练习，不然其实大部分时候的绘画都是一种无效的堆叠。最后说说2点额外的扩展。首先，我们要排除对大神的迷信崇拜，大神也不是画任何绘画都牛批的。国画画得很好的人，画油画也许会画得很丑，反之亦然。在电脑上画得非常厉害的，拿起笔在纸上画，也许没有那么厉害，反之也亦然。总之，术业有专攻，熟练才能生巧。绘画的世界很广阔，我们需要在其中找到自己最专注的点，一直持续去钻研。今天喜欢这个风格，明天喜欢那个工具，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任何一种绘画工具，只有持续而专注的练习，练到极致才能成就卓越。其次想要谈的是关于绘画风格的选择问题。我们看到别人的绘画，向往成为他，在向往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在照镜子，我们会更加了解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当你的技巧越好，也就意味着工具对你的束缚越少，你会更自然地利用自己的绘画工具表达出你的想法。绘画中的刻意成分会减少，自然成分会增多。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彻底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们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是挡不住的，要接受自己。绘画最自然的状态是当你完全接纳自己的那一天，那一天你画画的时候才会真正的享受到极致的愉悦。那种愉悦不是一种狂喜，也不是一种静默，而是一种纯然的怡然自得，你会感觉到真正的自由。要记住，绘画永远不是目的本身，成为自己才是。最后，祝大家在绘画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深入，加油，勤加练习，做好基本功，希望你有一天能够体会到那样的境界。我是维维老师，关于这个问题就聊到这里了，觉得有帮助记得3连，我们下一期再见。